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Solo In 的节目。我们这次是第1集哦。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分享我们客人就是来我们 Solo In 刺青之后的服务，那他们分享跟观众分享他们的体验以及最真实的看法，这是最重要的。那在我们开始本集之前，我必须要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Solo In 从节目，我们从第1集到我们就是好，我们现在是第1集。Anyway， 第1集到以后的最后一集不知道。好，我们都不会 re 稿，我们就是希望所有的来这边服务的客人都能够最真实的看法表现，跟观众分享，完全没有 re 稿。对，所以等一下会发生什么？顿的，这都是我们最真实的想法。那不 re 稿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是要走最真实，因为我们就是要希望客人能够讲实话。OK， 好，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是 Solo In 的负责人，我叫 Winnie。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位客人，那请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 ，OK， 大家好，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我本身呢是一个摄影师啊，那我叫玉舍。那会刺青呢，基本上对我来讲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因为我觉得刺青在我身上呢，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力量。那我在过程中间呢，也找了很多的图，然后一直很有想法，可是一直找不到对的人。那好不容易呢遇到了维尼，所以跟他在前置作业的沟通也沟通了非常久，所以在过程里面呢，我们很愉快的把我的这个刺青的这一门艺术给完成。那待会会跟大家来做个分享，这样子。OK， 那我们节目开始喽。好，那我们现在要先进入我们的问与答。那一定是最多人问的就是，请问你来 Solo In 之前，那请问你去过几间刺青店？其实来 Solo In 的之前，我来刺青，我在身上的刺青并不是第一个，我不是第一次刺青。那刺青对我来讲，它包含的意义是非常大的。然后，在我第一个刺青的时候是在我的脚上，那我脚上的刺青呢是一个船锚。那个船锚呢，当时候的我，对于刺青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是抱持的只有好奇啊，然后可能就是好玩。可是因为当下也叛逆，所以会刺这个船锚的原因呢，就会变成是说给自己的一个可能要下锚了，可能要不要再让自己那么爱玩的感觉了。然后其实，在中间过程里面呢，包含我背上的这些刺青，基本上它就是赋予我不一样的意义。那在前面的话，如果说有跟找过几家刺青师呢，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我找了很多图，那直到了遇上了你之后呢，因为你的沟通方式让我觉得很安心、很放心，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可以把我的身体很放心的交给你来做创作，这样子。谢谢。好，那玉舍，请你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你这次来 Solo In 的刺青，就是背后有什么故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谢谢。其实这个刺青呢，对我是很有意义的。那在7年前呢，我在我背上刺了我老婆喜欢的凤凰，然后跟她的名字，然后来象征我对她的爱，跟她对我的重要性。那其实因为我跟我老婆结婚很久了，10几年了。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那也都让我们就有所成长。对，所以这是我在7年前刺的一个他喜欢的凤凰跟他的名字这样子。然后很多感谢是不能够用言语去表达的啦。那今年呢，我在我的背上呢，就加上新的元素，因为我想要告诉他，就是很谢谢他跟我在一起的日子，然后为我们这个家的付出，然后未来的我会更努力，然后也会背负着我丈母娘给我的期待，然后他在我心中是无法替代的爱啊！但是有一天呢，我们都一定会面临生命的终点。但是这些爱呢，我希望他是可以跟我一起结束人生的这段旅程的。那
今年呢，其实这些图呢，我找了很久，然后一直在寻找说，什么样的可以来表达我身上的这些图赋予我的力量，或是它的意义。那刚好遇到了你，是，然后我们在前置的沟通，你也很用心的帮我做这些的规划，然后让我觉得有了这些经历，那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我完成的图，那它是以凤凰为中心，就是以我老婆为中心的。那它的左边呢是一个地图，那这个地图呢，当初我就在思考着怎么样来设计这个地图，可是因为地图太广泛了，没错，所以有一天呢，很巧的，当我要决定要刺青的有某一天，我梦到了，因为我的丈母娘因为癌症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就梦到我带她去克罗埃西亚玩。是，然后在梦里呢，因为他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所以他甚至连出去旅游都很少。是，对。那他在梦里面他很开心啊，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在刺青的前一天才梦到。那一周，对，我忘记是哪一天，但是突然在决定要刺青的时候，有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梦。所以我当下呢，我才会决定说以克罗埃西亚为主来跟你做这部分的沟通。那因为克罗埃西亚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我跟我老婆，然后跟她姐姐去自助旅游的地方，就是自驾啦，然后自己规划行程啊，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但我从来没想过说，就是我会去梦到说，就是我丈母娘会在梦里，就是跟我在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然后玩得那么的自在，那么的开心。然后，因为她是多年的一个家庭主妇啦，那她有她的顾虑，那也一直守护的家中的大大小小。那因为她是大家人，我老婆是大家人，然后在那边基本上，她就是一直守护在那边，然后一直都做了一个很称职的一个家庭主妇，可是都没人出去玩，所以呢，我就在跟你沟通完之后，我有告诉你说，我想要在地图的亚得里亚海上面，然后给他一个岛，那个岛呢叫做，因为我丈母娘她的最后一个字是时光的时，所以我就把它弄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岛，那个岛的形状呢就是大甲的地形。然后就希望他说，就算他一生守护着大家，但我也希望他能自己过得自在，这样子。因为该怎么讲，我觉得他对我的期待啊，就是是给予我鼓励的。那也是我很想要去努力实现他的。对，那可是有时候这种事情就是不能去预设，这样不能去掌握。对，而且就当你想带他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是你可能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标，或是说成果的时候，可是人就已经不在了。所以在凤凰的右边呢，我的想法是，就是要做一个像破碎的时钟，那里面是一个机械的指南针。那时钟上面的反白的数字呢是7跟12，这是也特别意义的，因为我的生日就是7月12号。对，可是我丈母娘的忌日也是7月12号，她的等于是她的忌日，同时是我的生日。那我觉得这是她疼我的一种表现。对，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纵使呢，因为人终究难逃一死嘛，但是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握我们现有的时光？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纵使这个时钟它是破碎的，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刺青的那个图的时钟是破碎的，然后
但是它的齿轮是完整，是还在转动的，就像人生一样要过，但是别迷失方向，要懂得珍惜，活在当下。对，我们还加一个指南针在预设这位客户的身上。对，所以我想表达的其实就是像这样的概念。然后在整体的图的下方它是一个星座的图，这个星座是一个巨蟹座，因为我本身是巨蟹座，那我们有个小朋友，我的儿子他也是巨蟹座，就很巧。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想表达是说，因为凤凰我们是以我老婆凤凰为主，没错，所以在下方呢，这个巨蟹座是他辛苦怀胎10月下来的孩子。那当下，其实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我们也一直针对这个部分去讨论说，因为他有2个钳子，那到底是要剪住他呢，还是好像又有点牵绊，还是会把他给好像束缚他？他又喜欢自由自在，所以后来我们讨论的就是用一个类似像星座的盘，然后让他有点类似像诞生下来的样子。对，就是在羊水、羊膜里面的感觉。所以我们其实有做一个。像是就是有一个线，就是但是那线是细的，就是象征说这个小 baby 在怀胎10个月，但是有这个是凤凰的妈妈生下来，但凤凰就是代表这个妈妈，就是她的母亲，那就是象征这位母亲就是对，就是她生了这个孩子是巨蟹座。对，因为其实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很辛苦，非常辛苦。对，因为我老婆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其实她也因为她的妇科也调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有这个小朋友，其实也很感谢老天也很谢谢我老婆。那其实我觉得小朋友都是这样，就是他不是我们来丰富他的人生，是他来丰富我们的人生。但是孩子他终究会长大嘛，他有他的人生要走。对，但是未来呢，不管我老婆变成怎么样，我就一定会牵着她的手，因为爱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对，没错。所以我们真的一定就是要有这个当下，这样子爱要及时，把握当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设计的缘由，这样子。对。好，那预设可以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当初怎么知道 Solar Ink， 然后就怎么会选择这边的？这个说来缘分也很重要，就是我那时候认识了哈比，然后哈比呢，他才知道说他是个刺青师，然后但是他都是以微刺青为主，我就跟他分享说，我有刺青的想法这样子，于是呢，他就介绍了他的师傅给我，就是你，谢谢。对，然后呢，其实怎么介绍的刺青师，我觉得没有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呢，你要有自己喜欢的风格，跟刺青师沟通的内容是有达到契合度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对，这很重要。对，然后我就是先去看了你的作品，跟你刺青的手法，我发现这个真的是就是我想要的。那因为我在前面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当下呢，我就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来找你了。对，谢谢。也很谢谢你完成了我的这个。算是一个梦想了，谢谢，感恩。好，那预设可以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就是Solar Ink的咨询方式跟你之前去刺过的有哪些差异化？可以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吗？谢谢。在还没有跟你接触之前啊，我一直认为说，就是刺青这件事情，就是自己找图，然后找刺青师，然后把喜欢的图给他，然后就刺了。可是我跟你接触之后呢，我发现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原因是因为我有了这个图，有了这个想法呢，但是你会在前置作业呢，第一个你网络就是不报价，没错。不报价的原因是因为图它会有复杂度的问题，它会有很多细节需要讨论，没错。所以这怎么报价？对，所以但我觉得你的方法很好，原因是因为我们到现场来，你可以用很专业的设备，然后在当下呢，可以很细心的跟我把我的图，然后去做一些简单的融合，然后去做一些方式，帮我把我的背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在第一时间让我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之前就是
你之前去过的刺青店，他们不会让你感受到这些，就是所谓的就是他们怎么咨询的，他们的方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就是你喜欢的图，然后他跟你咨询就是大小大概是怎么大小啊，然后那大概费用是多少啦？如果你 OK 好，那就约时间，然后就刺，就只有这样子。可是那个会有一个风险，就是我必须要跟观众讲一下，这是一个补充，就是我发现就是来我们 Solo In 的客户，他们有去别人咨询，那我所听到的就是他可能在网络上报这个价钱，但是到现场就不一样，因为他就会说你这个尺寸有可能的，对，这是有可能的，对，变成说，所以为什么我会非常强调说，不论你是在网络上看到我们，或者说朋友介绍，不管是你以什么管道来看到我们 Solo In 想要来咨询，都必须务必来前往我们的现场，这样子我们才能以最专业的角度跟你说那个尺寸或报价。对，而且落差也会跟你的想象比较没有那么落差，没有那么大。对，因为你自己在家里面想的，你可能想的是就是上去会很好看，或者说这个你可能想要在一个小小的部位，你要放很多很多的 detail， 很多细节。但其实皮肤这个也是题外话，就是皮肤是每一年都在做改变，所以这个可能要想清楚一下。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问题预设也可以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就是当我们这个完成品出去的时候，那你的朋友看到这个完成品，他们的真实的反应，还有他们的表现出来是什么样的看法？这部分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刺的图呢，对以前对于我刺青这个观念其实是是很封闭的，没错，对，然后。自从我有这个刺青之后，我朋友看到我的背上的图呢，他当下第一个反应是先吓到，好，然后当然他们就会问一些很细节说会不会痛啊什么光中龙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让他们改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于刺青这两个字，对，跟现在的纹身艺术，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感受的。就像我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想不到为什么他要去刺青，因为他当下他想不到刺青对他的意义。可是他听完我跟他分享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也告诉他，我说刺青当然它不能代表什么，可是呢，你在你身上有一个可能对于你来讲是有意义的东西的时候呢，它会无形中间赋予你不一样的力量，真的会一直往前。当你想要放弃，它就是一个燃料，对，它就是一个燃料，然后它就会让你去动起来。所以当他是一个身上是完全没有刺青的一个人，是，然后他听完我的跟他分享的这些东西之后呢，他就突然觉得说，对，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不是钱是最重要的，可能是当下它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刻，所以他突然也会萌起想要刺青的这些想法，所以我就觉得刺青呢，它已经不再是像以前的那种观念，就是8+9，或者是说可能坏小孩，或者是可能你就是很不健康的一种行为。对。可是我觉得现在不是，现在是它更代表了具有不一样的意义，爱，或者是说你自己心目中你的那种深层的观念想法，你要让提醒自己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是慢慢在改变，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对，我觉得在这个在这个网络科技很发达的时代，那相信很多朋友会在网络或者说 YouTube、抖音，不论在哪里你看到的，这段影片播出去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那我相信，我希望可以透过我们不断的在督促跟我们刺青的下一代，就是也不算是洗白，但我们希望能够让观众了解说，刺青不是坏小孩，对，我们只是一种不一样爱自己的表现的方式，对，或是爱别人的表现方式，对，就只是一个，就像刚刚预设讲的，就是对他来讲，这个刺青是他生命的燃料。因为人一定会有失智的时候，或是说你可能
可能这个角色扮演低潮的时候，那今天可能你看到你身上的刺青，你就会动力。对，我就要提醒自己，我当初刺这个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也是想要呼吁一些观众，就是你当下的刺青，你不要觉得我好看，我来刺，然后你就觉得它就是因为刺青是一辈子的事情，没错。所以当你当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当你这个东西它是要配进棺材的，对，所以你一定要很慎重看待这件事情，非常谨慎，这个比选老婆还要重要。你对各位观众，老婆还可以换的意思，没错，老婆还可以，对，但刺青不行，对，刺青不能换，没错，没错，对。那好，那大概我就总结一下啦。好，那我们就是今天我就稍微总结一下。那今天就是预设有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他这个刺青是爱妻的故事。对，那还有他也有跟我们观众分享说，他来 Solo In 之前，他有去过其他刺青店，那我们跟其他刺青店的差异化，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他的朋友看了预设来我们这边刺青之后，原本他朋友是完全不想刺青，但看了预设之后，他也有想要刺青的念头。对，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是一份的感动，也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做刺原因，就是说，其实你会看很多人是他看不出来是有刺青的人，但他可能因为看了你的作品，然后你有去连接到他心灵最深处，你的故事有感动到他，没错，那让他促使也有想要来刺青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这个是一种钱买不到的一种快乐，对我来讲是一个，对社会的是一个很大的，我觉得是一个贡献吗？或者说，也许是我启动了他心灵最深处的那个灵魂跑出来。对，所以我觉得我会一直不断的做刺青，做下去，做到我没有力气为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这样讲好像太严肃，但。这个其实就是动力，这是非常对。这个是不是说你今天付了刺青是多少的钱，而是说这些东西是有钱也买不到的，有钱买不到，就是你的故事直接 touch 到他心里最深处，直接把他拉出来说，起来 wake up 这样子。对，所以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总结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麻烦点击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支影片哦。谢谢预设来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